天我们就来为大家探一探2025款的奥迪 A6L， 它的终端优惠最低可以做到多么的有诚意。那么我们会从它的终端优惠和它的外观、内饰、动力和配置推荐来为大家分析一下，现在是不是入手这一台老钱豪华的最佳时机。那么这一台奥迪的 A6L 呢，它的指导价入门的价格是42.79万元，那带足贷款之后可以低到多么低的价格呢？OK， 那我刚才呢已经为大家咨询过销售，来摁了摁小计算机，这一台入门版的车型的价格呢，它可以做到，如果你贷款贷足的话，它的利率是 4.8%， 贷满2年就可以提前还款了。那这一台车的落地价格就是26.95万元，再加上一个购置税，再加上保险，大概是30万出头就可以落地的。那如果呢你关注的是45的入门版的车型呢，那么可能就是35万出头的落地价格。所以呢，现在其实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的香的哦。好，来聊完诚意十足的价格呢，我们再来看看它整体的颜值啊。大家能够看到它的前脸呢，如果奔驰的 E 级是主张的优雅，宝马5系是主张运动的话，那么奥迪的 A6L 呢，它主张的我想应该就是商务精英的画风吧。那之前呢，大家对 A6L 可能有所了解，它是有双前脸的选择的，但是在25款的车型上面呢，都统一成了这样的一个前脸的造型，能够看到非常的有豪华的气场和运动感吧。而且它在中间呢有一段这种短镀铬的点缀，来点缀出它整体的精致感。再看到侧面啊，它分层式的腰线，再加上20英寸的5辐式的铝合金的轮毂，再加上它非常经典的这个3厢的造型的设计，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稳重和气场强大。车尾角度呢就能够看到2条粗壮的镀铬，它底下的这一条呢勾勒出这种隐藏式排气的感觉，低调又精致。进入到座舱呢，能够感受到奥迪 A6L 呢还是老钱画风的感觉，就是它所有的这种材质呢都是非常的有质感，摸起来呢像这种拉丝的感觉，以及呢在顶配的车型上面，它还会用到像真木的材质去点缀出座舱比较高级的这种画风。那同级别呢，可能特斯拉它主张的是极简的这种科技的画风，而蔚来呢它打造的是豪华的家居风。但你看到 A6L 的座舱的画风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它好像更加的与众不同，更加的经典耐看的感觉。那其实呢，我刚才坐进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座椅的通风的功能是打开的。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它的这个 2.0T 高功率的入门版，其实是有2个选择的。一个选择呢就是带36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带这个座椅的通风以及它后排的这个电动的座椅调节。那你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坐到后面呢，我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电动调节它的这个范围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角度，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长途乘坐都很舒服。那如果是我肯定会选择带这个前排的座椅通风和后排的这个座椅电动调节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会更加的实用一些。就算这个版本呢是不带360度全景影像，它至少还有个倒车的影像嘛，我觉得足够用了。那坐在这边呢，就不得不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台车它的动力了。像 A6L 呢，它配备的是 2.0T 的低功和 2.0T 的高功，再加上 3.0T， 那全系呢都是配备的7 DCT 的变速箱。那可能同价位的话，你还有很多新能源车型的选择，可能有些搭载的双电机，有些甚至搭载3电机。那么 A6L 呢，它虽然没有这种绝对加速的这种优势吧，但是呢，它也是有比较低的续航焦虑啊，再包括它的燃油经济性也能做得相对的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呢也是相当适合传统的豪华用户来选择的。看到这里呢，如果你还在纠结这个配置怎么选择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其实30万出头解锁40这个入门版本也是非常的香的，因为既有豪华的品牌，又有大空间，也有基础的这个科技的配置了。那如果你预算能够再高一点的话，那么45的入门版的也是不错的选择，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最高的，因为它的配置搭载的也是相对更加的均衡。那最后呢，如果你追求的是性能，那么肯定免不了要上 3.0T 再加上奥迪这个经典的 Quattro 4驱了。那这个版本你不要看它可能落地的价格呢可能要超过50多万了，但是它也是同级别里面 3.0T 的车型最性价比高的一个选择了。